後腦勺像被人拿磚頭拍過，血，這麼多血，這不是我的身體，這臉，這骨骼，不是我的。推下土坡，死了2个林满仓。大周显德3年，淮南道林家村，原身也叫林满仓。爹娘早亡，3亩薄田。今天被王老虎推下土坡，磕在石头上，斷了氣。然後我來了，農學博士，海南6年海水稻，一場颱風把我送到了這裡。海水稻變旱地麥，這項目跨行跨得有點大。王老虎。還有氣兒沒？沒氣兒就滾起來！21世紀農學博士，海南6年海水稻，畝產從300斤提到800斤，一場颱風掀了板房，一睜眼到了大周朝，行吧？死了沒？沒死就滾起來！你那半畝水膠地老子要了，識相的把地契交出來，老子賞你2斗糙米。不識相的話，還是這幫人，看來原身就是被他們弄死的。你看什麼看？王老虎，顯德元年，今上再頒勸農詔，地方豪強霸占農戶田產者罪加1等。你今天占我這半畝地，田產雙倍退還。你不光要把這些年占的所有地全吐出來，還得挨板子，流放300里。劉三、王二狗，你們2個是從犯，各杖40。哈哈哈！你個窮酸個2天書就敢跟老子拽律法？老子在這林家村當了20年王，縣太爺見了我都得叫聲王員外。你一個小雜種！官府大人平日對你多有照拂，是因你往年常有銀兩接濟，可你去年銀兩少了些許，今年更是分文未出，手頭錢財都用來償還債務。官府這邊本就有心過問你的事端，倘若我此刻駐實上報，想必官府也會公正裁斷此事。你少在這兒胡扯！我胡扯？你家後院槐樹底下埋着300兩銀子，是你這20年霸占林家村72戶農戶田產攢下來的。你名下有120畝地，官府登記的只有40畝，剩下的80畝你1文錢的稅都沒交過，瞞報田稅80畝，按律法杖100，流放千里，家產充公。林兄弟，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嘛，咱們都是一個村的，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把你霸占的地全部還給村民。今天天黑之前，我要看到你挨家戶去送地契，少送1家，明天早上狀子就會出現在縣衙門口。我說到做到。還有，我這傷醫藥費20兩銀子。20兩？你這是訛！30兩。好。還好，皮外傷，止住了。林家村，整個淮南道連年戰亂，山窮水盡。去年大旱，存糧見底，有人挖野菜、剝樹皮、吃觀音土。隔壁李家莊已經沒了3個人。大周顯哲3年，周世宗正在南征南唐，淮南是主戰場，戰火加天災，農業崩潰。再過幾年，趙匡胤陳橋兵變，大宋300年基業開啟。麥苗缺肥缺水，連年耕種，地力耗盡了。水渠淤了，淮南水系發達，疏通溝渠，修水車，灌溉不是問題。缺肥、堆肥、秸稈加人畜糞便，2個月就是好肥料。缺水，水車、麥種退化，選育，畝產60斤，我能讓它翻倍。但速度不夠快，麥子要3個月，他們連3天都等不了。1個字，窮；2個字兒，太窮了。先回村，看看能做什麼。家徒四壁，陶罐當鍋，鐵鍋都沒有。鐵鍋還沒普及，得想辦法弄口鐵鍋。先去河邊。糧食急，工具也急，沒有磨，沒有鍋，沒有綠布，都得自己動手做。野生大豆，有豆子就好辦，能做豆腐。能生豆芽，夠了。
能撐到麥子熟了。先摘這些，夠做一批了。走，回家。没有馍自己造，没有锅自己补，没有绿布自己撕。动手吧。没有石磨，就拿石头改一个。能用。草木灰水，天然的卤水。虽然简陋，能干。婶子，一会儿到打谷场来，有要緊事兒。滿倉，啥事兒啊？滿倉，你把我們叫來幹啥？各位叔伯嬸娘，我知道大家都快揭不開鍋了，我教大家一個法子，不用等麥子熟，3天就能吃上飽飯。我們這東西叫野豆子，河邊到處都是，牲口都不愛吃。但我要告訴大家，這東西不光能吃，還能吃出花樣來。火候剛好，草木灰水，天然的滷水。3、4、5、6、7。成了，豆花成了。等1個時辰。好了，該讓大家嘗嘗了。煮一鍋湯，大家都嘗嘗，大家都嘗嘗。慢慢喝湯。這就是我來的意義。別跪了，滿倉，你別服，你救了全村人的命，這一跪你受得起。都起來，豆腐只是開始，好日子還在後頭。謝謝滿倉。這邊煮。夠了，夠了。加水，慢點啊。吃飽了，有
有力气了，該幹大事了。豆腐只能管3天，糧食要長久，地必須肥。從今天開始，我們改良田土，種麥子。秸稈3指後，糞蓋滿，土薄薄一層，水要澆透，2個月後就是好肥料。一時只是保守估計，等麥種選用出來，配上堆肥和輪作，畝產50才是我的目標。滿倉這玩意兒真能讓地變肥？1石，咱們這地1畝能打1石就燒高香了，你還想多打1石？麥子從種下去到收穫至少3個月。林家村的人，很多人連3天都等不了。林家村不能光靠豆腐活着，他們要肉、要油、要鹽、布匹、要農具，這些東西都要錢。錢從哪兒來？鹽碱地改良，我在黄河三角洲做過3年，這點小鹽碱地，小菜一碟。这塊地，我要讓它活過來。真能行？鹽碱度不低，排完水沖洗3次，應該能降下來。再有3天，就能灌水了。水來了，讓它泡3天。第1次，再沖2次。第2次了，成了。我操！你到底是人還是神仙？我是種地的，这片地先種1季大豆，大豆能固氮養地，明年開春再種麥子。到時候這塊地就是林家村最好的地。先生，教教俺們吧。不用跪，想學的就留下來，我教。哪個是林滿倉？壽春縣縣令張大人有令，林滿倉妖言惑眾，私藏糧草鄉民，着即拿下，押回縣衙審問。豆腐要點滷，豆芽要避光，醬菜要密封。白毛地是先排水再沖洗，再鋪草木灰，都能學，都能會。都來了，夠了。讓開，讓開！啥人來了？哪個是林滿倉？我是。壽春縣縣令張大人有令，林滿倉妖言惑眾，私藏糧草，蠱惑鄉民，着即拿下，押回縣衙審問。你說我妖言惑眾，私藏糧草，證據呢？證據？你一個窮種地的，7天治好白毛地，不是妖言惑眾是什麼？你帶着這幫泥腿子，又是做豆腐又是醃醬菜的，囤了那麼多吃食，不是私藏糧草是什麼？明白了。也就是說，張大人覺得我做的事太厲害，超出了他的理解範圍，所以我有罪。我不過是想讓鹽碱地長出莊稼，教鄉親們用豆子做口糧食。這片田裡的道理都寫在土裡，可大人，公理又寫在哪兒？我再問你，壽春縣今年的田賦收了多少？全縣3萬畝田，實徵多少？欠多少？我來告訴你，壽春縣在冊田畝3萬2千畝，但實際耕種了不到2萬畝，剩下的1萬白毛地那樣的鹽鹼地，一半是被豪強霸佔後瞞報的田產。今年這2頂個折糧跳腳，今年到現在只徵了3千的事，想的不是怎麼推廣經驗讓全縣百姓吃飽飯，而是先把我抓起來。他是怕我搶了他的功勞，還是怕上面知道他這個縣令當得不稱職？你怎麼知道這些？回去告訴張大人，他要抓我可以，但我要是進了縣衙大牢，淮南节度使問他要人的時候，他拿什麼交？你少拿节度使嚇唬人！你一個泥腿子，节度使怎麼可能？怎麼不可能？張县令的消息還是太閉塞了。我林滿倉的事已經順着驛報傳到了開封，照指點趙大人，殿前都虞侯趙康義趙大人已經派人來淮南了。你讓張大人自己掂量掂量。走走。
趙康義該來了。二公子，这村子真能有传闻中的能人？老丈，请問林滿倉林先生住在哪裡？滿倉啊，在地裡呢。這個點兒應該在東邊的麥田裡。二公子，这就是那個活神仙，看着也不像啊。你們看這株麥苗，葉片寬，莖桿粗，分香多。這一株上翻了6個苗，每一個苗都能抽1個穗。普通麥種一株分2-3個苗就不錯了。這個品種是我從300多株野生麥裡挑出來的，專帶選綠下來，分香數翻了將近1倍。光這一項，畝產就能多打1隻半，再配上堆肥和輪作，明年的畝產我保底5檔，畝產5噸。林先生，趙大人，你認得我？不認得，但能讓殿前司的精銳當護衛，又姓趙的年輕人，整個大周朝也只有趙簡簡的弟弟了。好，林先生。我今天來不只是看糧在處的，糧草缺口至少3萬噸。聽說先生有本事讓荒地長糧，我想聽聽先生的法子。殿前都獼侯問話，一個泥腿子居然還敢叼着草嚼。3萬擔的缺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趙大人要的是急辦法還是長辦法？急辦法如何？長辦法又如何？急辦法，3個月內湊齊3萬石。我有一整套以工代救的法子。發動淮南道3萬農戶，把鹽鹼地和拋黃地全部翻耕一遍，種上我選育的速生豆種，2個月就能收1季，畝產豆子3擔。3萬農戶種10萬畝，1季就是30萬石。3萬石的缺口填上綽綽有餘。長辦法，3年之內讓淮南道變成大周的糧倉，稻麥輪作，1年2熟，堆肥養地，畝產翻倍，桑基魚塘種養結合。3年之後，淮南道一地產的糧食能養活整個中原。林先生，天色不早了，能不能請我吃頓飯？这是鐵鍋，我自己打的。先生還會打鐵？略懂。這是什麼做法？炒。鐵鍋燒熱，油溫要高，菜下鍋要快，翻炒要勻，這樣做出來的菜脆嫩鮮香，比煮的燉的都好吃。林先生，你這手藝，要是去開封開一間酒樓，滿城的權貴都得排隊。我不給權貴做飯，我只給配吃的人做。好一個只給配吃的人做，哈哈哈哈！那今天這頓飯，我趙某人算是配吃了。趙大人覺得配就配。林先生。匡義今日來林家村，本是想看看傳聞中的活神仙到底有幾分真本事。如今看來，傳聞不及先生萬一。先生之才不該困在這小小村，天下百姓需要先生這樣的人。匡義斗膽，請先生出山，助我兄長，助大周，助天下。趙大人，我跟你走，
只有一個條件。先生，請講。我跟着你，不圖官，不圖錢，不圖名，我只求一件事，讓這天下的百姓都能吃飽飯。趙康義在開封見過無數人，有求官的、求財的、求名的，但從來沒有一個人敢用這種語氣說：“我什麼都不要，我只要百姓吃飽飯。”先生此志，匡義記下了。若他日匡義有負此諾，先生可隨時離去，匡義絕無怨言。那就這麼說定了。趙大人今晚住下吧，明天一早我帶你看樣東西。什麼東西？能讓大周騎兵碾碎遼國鐵騎的東西。这是射程差距3成，意味着你能射到敌人，而敌人射不到你。骑兵冲锋還沒衝到陣前，就已經被射穿了響輪，意味着碾壓。趙大人，你看看這個。一窩蜂，鐵殼內裝黑火藥和鐵砂，點燃引線後射出，射程200步，殺傷範圍30步。一發可破密集騎兵驟醒。這東西能造出來嗎？昨晚我讓鐵匠大叔幫我打的殼子，黑火藥的配比我已經調好了，今天就能裝藥試射。林先生，你到底還藏着多少東西？夠大周打贏所有仗的。趙大人，退後10步。今天的事兒爛在肚子裡，誰要是說出去一個字，我親手砍他的腦袋。是。林先生，跟我回開封，我大哥會想見你的。好，但在走之前，我得把林家村的事安排好。麥子還沒收，堆肥還沒翻，村民的醬菜缸才淹了一半。一個手裡握着能改變戰爭格局的武器，腦子裡裝着能讓天下人吃飽飯的本事的人，臨行前最放不下的，居然是村裡的醬菜缸。我等你。麥田管理、堆肥翻播、醬菜醃制、豆腐要點都寫在樹皮上了，讓村裡的孩童背下來就不會忘。滿倉，你啥時候回來？等天下的百姓都能吃飽飯的時候。林先生，你覺得這天下什麼時候才能讓所有百姓都吃飽飯？不出1年，這天下要姓趙了。到那時候，我會讓趙家坐穩這江山，也會讓天下的百姓吃上飽飯。那是林滿倉留給這個世界的第一份禮物，而開封城裡的那些人，還知道一個怎樣的怪物正在朝他們走來。先生，前面就是開封了。
派幾個炊餅分他。城牆很厚，百姓很瘦。第一次来开封，第一次，觉得如何？城墙很厚，百姓很瘦。能让城墙变厚的皇帝多，要约自新；能让百姓变胖的少。今晚家宴接风。你大哥知道我来了，提前派快马送了信。我说我带回来一个能让荒地长粮、能造器械、能控瘟疫的人。大哥回了4个字：带他来见。跟赵匡胤打交道，不能藏拙，不能露袖。有多少本事亮多少，留一张底牌。等着。是。你就是林满仓？是。我二弟跟我说，你能让1亩地打出5甚粮食。能，但不是所有地都能，得先看土质。还能造出一种兵器，一炮轰碎骑兵陣。能，但需要生铁、硝石、硫磺和熟练工匠，缺一样都不行。还能治疫病，让全軍零感染。能，但需要全軍配合執行衛生體則。再好的方子，沒人執行也是空的。別人在我面前吹牛的時候，都說能，然後加一堆漂亮話。你是第一個在我面前說能，然後加條件的。種地和打仗一樣，拍胸脯保證的要麼是騙子，要麼是沒真正幹過活的。真正種過地的人都知道要看天、看地、看水、看種子。你覺得我信嗎？林先生，你說的亩產5市是在淮南道的殺人地上種出來的。開封這邊的地是黃土，土質不同，氣候也不同。你的麥種到了開封還能有這個產量嗎？這個趙普知道淮南開封土質不同，不是只會調書舍，他問得很準。不能直接種。開封的黃土有機質含量比淮南的沙土種還低，加上連年耕種，地力損耗嚴重。所以種之前得先養地，不是腐臭，是一種帶着淡甜味的奴土氣息。我的法子是豆麥輪作，先種1季大豆固氮養地，種完大豆再種麥子，配上這種堆肥和深翻，頭1年畝產4擔是有把握的。第2年地力上來了，5擔4棟，頭1年4棟，第2年5棟。哈哈哈哈哈哈！好。匡義說的沒錯，你是個有意思的人。今晚留下來吃飯，我讓人殺隻雞。大哥，讓林先生做吧，你吃了就知道了。什麼味兒？
二弟，在。这个人，你要给我留住。哼。林先生，你这手艺要是开酒楼，为人俱家的厨子都得来偷师。我不开酒楼。为何？开了酒楼，权贵们就天天来吃。权贵们吃一顿饭的钱，够城外百姓吃1个月。我现在还不想让权贵们太舒服。林先生，你刚才说要让天下的百姓吃饱饭，你觉得要多久？那要看赵大人什么时候把位置坐正。林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大周的天快要变了。赵大人是聪明人，不会看不出来。陛下南征，晋军精锐尽在赵检点之手，朝中主少国疑，文官们争权夺利。北边的辽国虎视眈眈，边关的军报每天都在往開封飛。这时候，誰手裡有兵，誰就是天。趙晨典與其等着別人來搶這個位置，不如自己坐上去。林先生，這些話你在我這裡說說就罷了，出了這個門，半個字都不能提。我知道。那你為什麼還敢跟我說？因為我跟你二弟說過一句話，不出1年，這天下要姓趙了。我不是開玩笑的。我在林家村跟你二弟說過，今天當着你的面再說一遍，我林滿倉幫誰，誰就能贏。我幫趙家的原因很單，你二弟答應過我，讓天下百姓吃飽飯。你趙檢點如果也能答應這件事，我就把命交給你。20多年了，這個眼神我們只給過彼此3次。一個眼神，20年的信任。二弟，你找的這個人膽子比你還大。大哥，這是真看上這個人了。大哥，他的本事比膽子更大。我在林家村說了3次。有些話不需要說破。這隻雞如果拿去給禁軍的伙夫們做，能做嗎？能。大鍋菜不需要這麼精細的火候，換個做法就行。醃肉切丁爆香，加蘿蔔白菜豆腐，大火翻炒，最後勾一層薄芡，一鍋能出200人吃的，比現在軍營裡那種水煮菜強10倍。成本呢？比水煮多1成，主要是鐵鍋和油。鐵鍋一次投入能用10年，平攤下來每頓飯的成本跟陶罐煮差不多。油可以從軍糧裡中的肥肉煉，不另外花錢。趙普認可這賬算得過。明天我讓人帶你去禁軍左營，那邊的兵在鬧腹瀉，太醫去了3波都止不住，你去看看。說了那麼多，現在給我看看真本事。這不是請求，是命令。好，但去之前我要先看3樣東西：水井位置、茅廁的位置、廚房的位置。趙點點能讓人提前準備好嗎？別的醫官來了先看病人，他先看水井和茅廁。這個人做事的路子跟我見過的所有人都不一樣。這個林滿倉不只是會種地的莊稼漢，他說話有章法，做事有步驟，連吃飯都沉得住氣。他說了那麼多，現在不說了。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閉嘴。宴席的後半段安靜得像一潭深水，但每個人心裡都在重新估算林滿倉的分量。初春的夜風還帶着寒意，2個人並排走着，一個穿着戎裝，一個穿着草鞋。林先生，你對我大哥說的那些話，是提前想好的，還是臨時說的？提前想的。從林家村來開封的路上，我走了4天，想了4天，每一天都在想，見到你大哥該說什麼。那你有沒有想過，萬一我大哥聽了之後不高興，直接把你拿下怎麼辦？所以我在來之前
先確認了3件事。哪3件？第一，你在林家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真的。麥子是林家村的地裡打出來的，一窩蜂是林家村後山炸響的，疫情是我親手控下來的，没有一樣是假的。你赵朝一既不是一个好骗的人，这一點你大哥很清楚，所以你對我的評價在你大哥那裡有分量。第二，你大哥現在的處境，我知道的比他想讓我知道的更多。禁軍在他手裡，但朝中文官不服他，幼主在太后垂簾，他需要一個能在朝堂上站得住腳的理由，讓天下人覺得他坐上那個位置不是篡位，而是順天應人。我能給他這個理由，讓百姓吃飽飯，讓軍隊打贏仗，這是誰都反駁不了的。他說的事都是大哥正在發愁的。第三，我賭你大哥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不會殺一個能讓他贏的人，哪怕這個人說話不太好聽。3個條件，一個比一個狠。他把我大哥的處境看得比我自己還清楚。林先生，你這個人，每次我以為看透你了，你就又冒出一層新的來。我是種地的，種地的人最知道什麼時候該下種，什麼時候該施肥，什麼時候該收割。跟人打交道也一樣，該說什麼話什麼時候說，說到什麼份上，都是算好的。林先生，你有沒有算錯過？有，在來開封的路上，我算錯了一件事。開封城外百姓比我想象的更餓，所以我來這裡，不只是為了幫你大哥，是為了他們。初春的夜色裡，趙匡胤在客房門口站了很久。他不知道的是，這個穿草鞋的莊稼漢即將改變整個大周的命運，而改變的第一步，在明天禁軍左營的病號營裡。大家不要急，一個一個來，趙府定會給大家一個交代。林先生，這些人都是來找您的，不知道誰把您到開封的消息傳出去了。從昨晚半夜就有人來排隊了，我攔都攔不住。消息傳得這麼快，要麼是趙匡胤故意散播，要麼是開封城的信息網比我以為的更發達。讓他們排好隊，一個一個來。可是，趙檢點怪罪下來，我頂着。林先生，求您救命！我那3間糧鋪2個月沒進到新糧了，淮南道的糧運不過來，戰亂把運河斷了半截，官府的運糧船優先供軍糧，河北的糧被軍糧徵用了，糧倉裡就剩幾百擔陳糧，再這樣下去，不出1個月我就要關門了。我一關門，東城3000口人就只能去官倉排隊領粥，官倉那點存糧撐不過10天。你的糧倉現在存糧多少？320升。進價多少？100錢1斗。開封城裡的糧價現在多少？斗米200錢。百姓沒人的錢都花光了，有錢的富戶早就囤夠了糧。進價100，現價200，但需求端枯竭，糧價高，不信我也買不起，把價格降到百姓能承受的水平。你的320噸糧食全拿出來，按斗米150錢賣。150錢？那我虧了。你的糧食是2個月前進的，進價跌100錢錢1斗，賣150錢還有5成的利。等3個月後淮南的糧運到開封，糧價陳糧就只能餵豬了。你現在按150錢賣，能賺5成利，還能賺個好名聲。到時候淮南新糧到了，我讓你做第一批經銷商。好，我聽先生的。林先生說的是真的，他說淮南的糧3個月內就到，到時候糧價要跌1半。消息比林曼次想象的還要快，錢老板還沒走到街頭，隔壁巷子的糧鋪已經把糧價降到了180錢。人的從眾心理在大周和21世紀是一樣的。老人家慢慢說。先生，我家的地春耕前麥種免費送到村裡，農師下鄉指導。長平倉虧了多少？虧空300升。先別上報，等秋收後用公代胄的結餘糧食補上。先生，陳留的試點，現在陳留選3個村做試點，種子和農粹從淮南到調，試點成功了再鋪開。每個人問的都是糧食、糧價、糧源、糧儲，但我不能只給方案，我要讓他們自己站起來走。林先生，好手段。趙先生是來誇我的，還是來探我的底的？林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幫趙家圖什麼？我跟趙匡胤說過，讓天下百姓吃飽飯。林先生，這話我不信。一個人要是沒有自己的所求，反而更危險。趙先生不信，那我也沒法證明。趙先生，你見過餓死的人嗎？沒有。我見過。我來林家村的第一天，隔壁李家莊就餓死了3個人，一個老頭，一個女人，一個小孩。老頭是把自己那份觀音土省給孫子吃，活活餓死的。觀音土吃到肚子裡不消化，脹死了，肚子鼓得跟球一樣，敲上去砰砰響，裡面全是土。女人是產後沒吃的，奶水乾了，孩子沒保住，自己也沒挺過去，小孩才4歲，死的時候縮成一團，跟他奶奶的屍體靠在一起，分都分不開。你不是在編故事？餓死的人在臨死前會本能的縮成胎兒姿勢，
這是身體在最後一次試圖保留热量。我不知道这些。你说的对，我确实没见过。在我的家乡淮南道林家村往南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没有人会饿死，不是因为地好，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地，每个人都有饭吃。我来到林家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让林家村不再饿死一个人，我做到了。林家村今年没饿死一个人，连最老的林有田都长了3斤肉。赵先生，你觉得我有所图谋？这个想法没错。乱世里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你的算盘是帮赵家夺天下，趙昌义的算盘是讓他大哥坐穩江山。我的算盤跟你們不一樣，你們的算盤是奪天下，是在你們奪完天下之後，讓我把全國墓的地都種一遍，到時候這天底下再也沒有一個餓死的人。林先生，趙某受教，日後先生在天下的田地裡種糧食，趙某在朝堂上幫先生撐着。誰要是敢動先生，趙某第一個不答應。他不是在演戲，至少不全是。他是真的想種地，想讓天下人吃飽飯。這是他穿越之後最真實的想法。但他還有一層沒有說。他知道趙匡胤會在陳橋驛黃袍加身，知道趙普會成為開國宰相，知道大宋會重文輕武，知道燕雲16州會變成300年的心結。他選擇站在趙家這邊，不是因為忠心，而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最核心的位置上，用最短的時間撬動最大的改變。雲錦，你聽說了嗎？趙盤點府上來了個莊稼漢，從淮南道帶回來的，說是能讓荒地長糧。不信，姑母知道父親在河北搞了一輩子屯田，最好的地一畝也不過打2石出頭，一個20出頭的莊稼漢開口就是5戰，要麼是吹牛，要麼是障眼法。你怎麼看？不信。不過有件事很奇怪。什麼事？我讓管家去打聽了，那個莊稼漢叫林滿倉，壽春縣林家村人，今年春天被人推下土坡，差點摔死。醒來之後就像換了個人，帶着全村人做豆腐，改良鹽鹼地，種高產麥。林家村那塊白毛地60年寸草不生，他用了7天就治好了。父親在河北治了一輩子鹽鹼地，最好的記錄是3個月改良1畝，這個人用了7天。7天？所以你打算去看看？是，魏仁淳府上過幾天要設宴，點名請林滿倉赴宴，我也去。你去幹嘛？去看看那個莊稼漢到底有幾正成色。你父親臨終前跟你說的話，你還記得嗎？你以後要是遇到這種人，別管他什麼出身，護着他。我每一天都記得。這位就是林先生，久仰大名，請坐。林先生，聽說你在淮南讓1畝地打出了5石糧食，老夫在戶部看過各地田賦，大州上等良田最高不過2石出頭，5石，林先生是怎麼做到的？魏相問的是2件事。第一件事的答案是，各地報給戶部的數字不是真實數字。地方豪強瞞報田產，100畝地在官府只登記40畝，瞞下的60畝產出不交稅。所以戶部賬冊上的蒙產2鎮是豪強想讓你看到的數字，不是實際數字。實際數字是佃戶種子動地，因為佃戶用的是沒選育過的老麥種，地力被連年耕種耗盡，自己都吃不飽，哪有力氣好好種地？第二件事的答案，5石是怎麼做到的？我帶來了。1畝地用熟糞拌種，再用冬麥壓肥，產量就能上去。魏相，你莫被這泥腿子騙了。他說什麼豪強瞞報麥種蓄種，不過是找個借口糊弄你。他一個種地的，讀過幾天書，憑什麼在滿堂士大夫面前大放厥詞？陶大人，你名下有多少畝地？本官名下田產300畝，關你什麼事？300畝，去年打了多少糧？我替陶大人回答。你名下300畝地，去年產糧約300石，畝產1石左右。你知道為什麼只有1石嗎？因為陶大人你從來沒有下過地，你不知道你的地是什麼土質，不知道你的佃戶用什麼種子，不知道你的管家每年報給你的數字是虛的。陶大人，你連自己家的地在哪裡都不知道，坐在開封城裡高談闊論說百姓餓肚子是因為懶，你覺得配嗎？陶大人，
你说林先生是泥腿子，那我父亲符彦忠也是泥腿子。他当年在河北带着士兵种军粮的时候，陶大人还在開封城裡寫詩罵武夫粗鄙呢。父親在河北試了一輩子的鹽鹼地改良，最好的記錄是3個月改良1畝。我父親說泥腿子的話，林先生就是那個做到了泥腿一輩子沒做到的事的人。林先生，你那個草木灰和沙腐殖土混合鋪在表層再關水沖洗的法子，是試了多少次才試出來的？3次。第一次配方比例不對，草木灰太多，燒苗了。第2次沖洗次數不夠，鹽分沒沖乾淨。第3次剛剛好。陶大人，剛才光顧着吵架，菜都涼了。這樣吧，我借魏相的御廚，給諸位大人做一道菜，當是賠禮。諸位大人，請。林先生，請满飲此杯。這酒還是留給百姓吧。3個月後，等開封城外的麥子收了，魏相要是還想敬我，我陪魏相喝3杯。但現在城外還有人吃不上飯，這酒我咽不下去。好，老夫等你3個月。怎麼樣？魏仁曾不是壞人，他只是太久沒見過好東西了。陶府呢？陶庫不重要，他是條叫得響的狗，但他不會咬人。真正會咬人的今天沒來。誰？樞密院程氏張毅，他在角落裡坐了一整晚，一句話沒說。張毅的岳父是蔡州最大的豪強，名下瞞報的田產至少3000畝。他今天不來，不是因為看不起你，是怕被人看出他跟田產的事有關係。這個人你得當心。小姐，回府嗎？我這輩子最遺憾的，就是沒讓河北的百姓都吃上飽飯。這個人以後盯着點，朝中誰動他，第一時間告訴我。林先生，石將軍讓俺們來接你。疫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最初幾個病號是哪個營的？水井打在哪裡？茅廁離廚房多遠？病號和非病號是不是睡在一起？好家伙，這味道放在21世紀就是生化武器級別的。那是張老六，前天還能跑操，昨天開始拉了一宿，今天就這樣了。兄弟，撐住，我來的還不算太晚。情況比我想的更糟。石守信昨晚一夜沒睡，親自抬了12個沒了的人出去。太醫怎麼說？太醫說這是瘟神作祟，開了黃連湯和白頭翁散，喝了就好2天，第3天又拉。昨天太醫院正親自來看了，搖了搖頭，走之前跟石守信說，準備後事吧。準備後事？這幫太醫的業務水平也太感人了。急性腸道感染，放在我那個時代，掛2瓶鹽水，吃點抗生素就搞定的事，在這裡居然要準備後事。帶我去看水井。經典。糞殼和水井肩並肩，這個布局不去拿個傳染病傳播最佳助手獎都屈才了。這口井是什麼時候打的？顯德2年。茅廁呢？顯德3年，先有井後有茅廁，打完井第2年在旁邊建的，圖方便。這就是問題，糞水滲入地下，地下水進了水井，喝這口井的水就是在喝糞水，不拉肚子才怪。打了10幾年仗。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拉肚子是因為喝了摻了糞水的井水。軍中的老軍醫拉肚子是濕氣入體或者瘟神降柘，說的跟玄學一樣。而這個人用一句話就把原因說清楚了。知識壟斷的恐怖，21世紀一個初中生都懂的衛生常識，在5代10毫能救命。大洲的太醫們跟中世紀歐洲的鳥澤醫生本質上沒什麼區別，都是在錯誤的方向上瘋狂內建。把這口井封了，從今天起，飲用水全部去城外的河裡取，取回來之後必須燒開才能喝。圖方便3個字，害死了多少人？等一下，典型的嚴重脫水症狀，死因不是病菌本身，是脫水導致的電解質紊亂和器官衰竭。這些病號每天喝多少水？
喝了就吐，根本喂不进去。老朽行医30年，从没见过拉得这么凶。把黄连停了，已经脱水到这种程度，黄连只会进一步刺激肠胃。从现在起，能喝得进去的病号只用这个盐糖水，1碗烧開過的水，放1小陳鹽和糖，攪勻了少量多次餵，每隔半個時辰餵一次，一次餵3、5口，能喝得進去的就能活。大爺，這叫口服補液鹽，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標準配方。你們太醫開的那些黃連湯，苦得要死，還刺激腸胃，病號本來就脫水，喝完再吐一輪，死得更快。把病號全部集中到東邊3排營帳，跟沒生病的人隔開50步，照顧病號的人進出必須用燒開過的水洗手。病號用過的東西全部用開水煮過才能再用，排泄物挖專用坑埋了，埋之前撒石灰。接下來3天，林滿倉吃住都在軍營裡，他讓石寶憲在軍營裡搭了一個臨時熬藥棚，把從林家村帶來的苦參、黃北分批次煎成濃湯，給還能喝得進去藥的病號服用。他還親手試了好幾版，才調出最有效的鹽糖注水比例。太鹹了，病號喝不下去；太淡了，電解質補不上來。最終的比例是1升水配1小撮鹽和1小撮糖，口味接近人體血液的滲透壓，吸收最快。他在臨時藥棚裡熬藥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本科時在實驗室用旋轉蒸發儀提存植物鹼的日子。那時候他覺得旋轉蒸發儀是世界上最慢的機器，現在他用陶罐煮藥湯，連溫度器都沒有，全靠手感和經驗，才知道旋轉蒸發儀是多麼偉大的發明。如果穿越能帶3樣東西回古代，第一是抗生素，第二是一本赤腳醫生手冊，第三是一卷衛生紙，尤其是衛生紙。大周朝上完廁所用的是竹片和樹葉，竹片還要反覆用。他現在每次上廁所都在心裡默默懷念現代社會的抽水馬桶和雙層卷紙。先生，先聽我把話說完。昨天我去看了病號營，抬進去的400個病號，已經有一半能自己做起來喝粥了。醫官說，要不是先生那個鹽糖水和苦參湯，這些人一個都活不了。還有那個革病號的法子，非病號那邊到現在一個新病號都沒出。營裡頭第一次3天沒死人。我石守憲帶了10幾年兵，死人見得多了，但每次看着自己手下的弟兄不是死在戰場上，而是拉肚子拉死在草席上，我心裡……先生，我替死去的弟兄謝你的救命之恩。都起來！這些法子不是什麼仙術，是常識。南邊有西方早就這麼幹了，只是中原的人不知道。石將軍要謝我，就幫我做一件事，把這些法子在全禁軍裡推開。三衙禁軍不止你們左營，還有好幾10個營頭，每個營頭每天都有病號在死。我現在把防疫條例寫下來，再派你們左營已經執行過條例的老兵去其他營頭示範，不要只發文件，文件沒人看，讓做過的人去教。末將立刻去辦。聽說先生前幾天在魏相府上用鐵鍋炒了一道菜，香飄了半條街。先生那個菜能不能也給我們營的伙夫教教？弟兄們喝了半個月的稀粥，嘴都淡出鳥來了。行，但是有條件。從今天起，你的伙夫每天早上燒的第一鍋水不是用來做飯的，是用來洗手和洗菜板的。先生說什麼就是什麼，俺回去就讓他們改。刀具案板每天用開水燙一次，生肉和熟食分開切，能做到我就教。先生，你說要是在戰場上也能吃上這口熱的該多好。大冬天行軍的時候，啃凍得跟石頭一樣的乾餅，咬一口崩半顆牙。弟兄們有時候餓得實在沒辦法，抓把血就着乾餅往下咽，那滋味誰吃過誰知道。會的，等有一天不打仗了，不光你們能吃上熱飯，北邊的老百姓也能。種地和打仗一樣，都是為了能讓自家人吃上飯。他們那邊的人說到底也一樣。先生說話怎麼跟廟裡的和尚似的？不過俺聽懂你的意思了。廟裡的和尚，這個評價倒是新鮮。他上輩子在實驗室裡對着培養盆說話的時候，可沒人說他像和尚。那時候同事們管他叫林瘋子，因為他會跟水稻說話，跟玉米說話，跟一切不會回答他的東西說話。相比之下，跟石守信這種直腸子武將說話反而輕鬆得多。至少他會回答你，雖然回答的方式通常很石守信。先生，你說人死了以後會去哪兒？算了，俺就是隨便問問。這幾天抬出去的死人太多了，每天抬，抬得俺心裡發毛。石將軍，別把時間花在想死人的事上，把你對死人的愧疚用在活人身上。
讓他們以後不再因為喝糞川拉肚子而死，就是你對那些死人最好的交代。先生，你說的这些话，俺有些听得懂，有些听不懂，但俺相信你，因为你是第一个跟俺说糞水能杀人的医官。在俺看来，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要么是疯子，要麼是神仙。俺賭你是神仙。石將軍，我不是神仙，我只是一個上輩子被 SCI 論文折磨到頭肚的科研狗。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這場該死的疫情控制住。你賭我是神仙，我就不當神仙了。神仙救不了人，但科學可以。先生，這刀跟了俺12年，先生收着，萬一哪天遇到不長眼的人，這東西能防身。先生別嫌棄，俺沒啥值錢的東西，就這把刀還拿得出手，分量趁手。刀身的平停點在護手往前2寸，標準的近戰短刀。刀鞘上的磨痕說明這把刀確實用了很多年。他知道這把刀對石偶信來說意味着什麼，那是他12年軍齡生涯的見證。但他沒有推辭，因為他知道石守信送刀不是為了還人情，而是為了說一句沒說出口的話：你是自己人了。石將軍，這刀我收着，但我不會白拿你的刀。3個月之內，我給你全營配齊新的裝備，不是刀，是比刀更好用的東西。回到農寺衙門之後，林滿倉把短刀放在桌上，攤開一張草紙，開始寫禁軍防疫條例實施細節。他要把這3天在左營積累的經驗全部整理成文字，發到每一個營頭。這不是結束，這是開始。三衙禁軍有好幾十個營頭，每個營頭的水井佈局、營帳分佈、伙房衛生條件都不一樣。他不能拿左營的模板直接套到別的營頭，但他可以給出一套通用的標準：水源檢測、病號隔離、食品安全、排泄物處理、個人衛生，讓每個營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他看着桌上的禁軍防疫條例，忽然想起石守信臨走前說的那句話：先生，你是自己人了。這個評價從石守信嘴裡說出來，分量比任何朝堂上的褒獎都重。他在開封城的權力版圖上已經不再是一個孤零零的莊稼漢，趙匡胤是他的引路人，趙匡胤是他的投資人，趙普是他的盟友，石守是他的兄弟，浮雲錦是他在暗處的支撐。他在禁軍左營的軍醫棚裡熬了3天3夜的藥，親手教會了至少5個夥夫和3個醫務基本的防疫知識。這些人不是他的親衛，但他們會替他說話。以後他需要人手的時候，這些受過他恩惠的人會第一個站出來。這些人脈不是靠送禮送出來的，是靠真本事一件一件掙出來的。紙片用的是最便宜的草紙，紙面粗糙，顏色發黃，上面還零星嵌着幾顆沒打碎的麻面頭。我在林家村寫農事記錄時用過這種紙，知道他的脾氣，太用力會戳破。能在這張紙上把字解成形的人，落筆時一定很慢，很小心。墨水是灶旁裡的鍋底灰攪了水調的，他在林家村也用過。草木灰加水攪拌，靜置一夜取上層青葉，再兌一點點米湯增加粘度，寫出來的字是灰黑色的，不像墨汁那麼黑亮，但勝在不用花錢。能同時弄到草紙和灶旁推的人，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富戶，是底層人。佃戶、貨郎、走街串巷的小販，大戶人家最末等的雜役，背面有一小塊閃紅色的痕跡，湊近聞了聞，血腥味，不是新鮮的傷口滴上去的鮮血，鮮血滴在紙上會陰開形成不規則的圓形。這塊血跡邊緣很齊，是蹭上去的。寫字的人手指上傷有口，寫字的時候傷口蹭到紙背，留下了一道細細的血痕。他又聞了聞，血腥味之外還有一股極淡的氣味，辨別了好一會兒才認出來，苦參。不是藥鋪裡那種乾燥藥材的味道，而是熬煮過的母參湯的氣味，比乾燥藥材多了一層淡淡的焦苦。只有在他那3個通宵熬藥的藥棚附近待過的人，身上才會沾上這種氣味。他先讓自己回到3天前，禁軍左營藥棚那3個通宵裡，他在藥棚裡熬苦參，旁邊圍了一群幫忙的士兵和醫官，其中有一個他不認識的人，不是士兵，也不是醫官。那人穿着粗布短打，年紀50上下，瘦虬，手指上纏着一塊舊布條，布條上留着淡淡的深色印記。他不幫忙，也不說話，只是蹲在藥棚旁邊看他熬藥。他在藥棚旁邊蹲了很久，不是在偷懶，是在觀察這個農司少卿值不值得他冒掉腦袋的風險送這封信。他看到了一個穿着粗布短襠，袖口上全是泥，蹲在地上親手給病號餵鹽扛水的莊稼漢。現在我需要回答第2個問題，這個人是誰？用的是爾而不是你，說明這個雖然窮，但受過一定程度的文言教育。這種半文半白的寫法，說明寫信的人讀過幾年書，但沒讀到底，大概就是私塾肄業的水準。帳房，張衡跟他提過，蔡州周家有個老帳房，在周家幹了20年，
有個緊張時會咬手指咬出血的習慣，手指上有舊傷，識字但水平不高，能接觸到周家的核心機密。很多事情對上了。周家老爺已有決斷，動用的錢財不會低於2000兩，2000兩能請到的是豢養多年的私下護丑，那種從小被周家養大，把周家當再生父母，只聽周家一人吩咐的人，他們心裡只認一個方向。去校场找石守信。先生找石将军有事。拜师。林满昌说拜师，就是真的要拜师。五代宋初，晋军乃天下精锐，校场之上唯有军令如山。膝蓋幾乎不彎。病號營那邊出什麼事了？疫情已控制，但蔡州周家已有動作。鐵鏽味，人血。周家的刺殺已經升級，先生打算怎麼辦？學武，現在就開始。先生想學什麼？刀、槍、拳？先學保命的。如果我是被偷襲那個，手裡沒有兵器，對方有刀，我最該學什麼？關節術。刺客不會光明正大的打。關節技不是讓你打贏刺客，刺客有刀，你空手不可能打贏。在捅到你之前，先廢掉他的關節。我出手了，禁止提前擺誇張架勢。如果俺是刺客，你現在已經死了。你剛才反應不慢，但沒有接着躲，躲不過第二招。比躲你一定輸。那怎麼辦？不躲，迎着上，對方一拳打過來，你不退，往前鑽，鑽到他拳頭內側，就是這個位置。拳到這個距離已經伸到頭，手腕不能動，再往前就沒有力量。你的手卻夠得到關節。偏了，掌根往偏1寸，肱二頭肌推不動，要腿關節外側韌帶薄弱處。力度不夠，是推，不是貼，是手腕，不是整條胳膊。第3次，第4次，到了第8次，他忽然找到了那個最省力的角度。人體解剖學知識在這一刻發揮了作用。他知道肘關節由肱骨、橈骨和尺骨3塊骨頭組成，其中最薄弱的位置在肘關節外側的橈側副韌帶，不是硬推，是借力打力。偏了，你的掌根往上偏了1寸。肱二頭肌是人體最強壯的肌肉之一，你推那裡是推不動的，要推的是肘關節外側，那裡是韌帶最薄弱的位置。你摸一下自己肘關節外側那塊凸出來的小骨頭，推那裡。力度不夠，你的掌根是貼上去的，不是推上去的。掌根發力不是你平時搬東西那個發力方式，搬東西是全身使勁，關節技是局部發力，靠的是前臂和手腕的爆發力。你握一下拳，感受一下手腕發力的感覺，不是整條胳膊用力，是手腕用力。林滿倉每一次都根據石守信的反饋調整動作。石守信是個難得的好老師，他不只說不對，他說為什麼不對。到了第8次，他忽然找到了那個最省力的角度。人體解剖學知識在這一刻發揮了作用。他知道肘關節由肱骨、橈骨和尺骨3塊骨頭組成，其中最薄弱的位置在肘關節外側的橈側副韌帶，不是硬推，是借力打力。
校場旁邊的士兵們全都愣住了，他們跟了石守琛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他被任何人按在地上，更別說是一個剛學了不到半個10寸武的莊家漢。你剛才那招是什麼？就是你教的，但我加了一点東西。人身上有很多关节的极限角度是固定的，肘关节向后弯，最多到这个位置，超过就会疼得使不上劲。我刚才不是硬掰你的胳膊，是顺着关节的方向推到极限，然后继续推，力气用的不大，但效果你也看到了。先生，你再来一次，慢一点，让我仔細看看你是怎麼發力的。你來，用先生剛才的法子，不是硬推，是順着關節的方向推到極限，再繼續推。注意掌根的位置，是壓在肘關節外側那個凸出來的小骨頭上面。這不是功夫，這是關節解剖術。你剛才說的人體骨頭的結構是固定的，不會因為力氣大就多長一塊骨頭。找到最脆弱的位置，用最小的力氣打最疼的地方，就是關節技的核心邏輯。俺打了20年仗，用了20年關節技，從來沒人告訴過俺為什麼。師傅教俺的時候就一句話：這樣按它就跪了。至於為什麼這樣按它就會跪，師傅沒說，俺也沒問過。你是第一個告訴俺為什麼的人。先生被王老虎推下土坡，磕到後腦勺。那個位置是不是就是你說的人體最脆弱的地方？後腦勺沒有太多肌肉保護，顱骨也比頭頂薄，所以我活下來是運氣好。但下次我不要會再靠運氣。石將軍，你教了我關節技，是我欠你一個人情，但我還想請你幫一個忙，不是白幫的。我想從禁軍裡挑幾個人，組成一支小隊，是機動小隊，能種地，能偵察，能用火器，能抓捕刺客。我需要的人不是只會砍人的，是能學會自己思考的。你營裡有沒有這樣的人？腦子靈光，學東西快，最好是識字的。有。值守信想了很久，他不是在想有沒有這樣的人，他是在腦子裡一個一個過自己手下3000多號人的臉。識字的不多，腦子靈光的更少，但少不代表沒有。石將軍，3天之內，我會讓軍器坊給你的左營配齊第一批折疊弩。你的兵是禁聯裡最能打的，配最好的裝備是應該的。先生，俺教你關節技不是為了換折疊弩，俺教你是因為你救了俺營裡400個弟兄的命。但既然先生要送俺折疊弩，俺也不客氣，俺替左營3000個弟兄謝先生了。林滿倉回到農寺衙門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他坐下來，沒有急着吃飯，而是攤開一張草紙，開始寫親衛隊的選拔標準和訓練計劃。他先列了選拔標準：識字優先，手上活細，頭腦靈活，性格沉穩。然後列了訓練內容：關節技基礎、折疊弩操作、火器裝彈與點火、衛生條例背誦、偵察與巡邏技巧。每一項訓練內容後面都標注了訓練時長和考核標準。他在海南帶過研究生，在大洲帶的是親衛隊，看起來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本質上其實是同一件事。把一群有潛力的人訓練成能獨立作戰和思考的團隊，這就是思考的價值。他要把這種價值傳遞下去，讓每一個親衛在遇到危險時，不是等着他下令，而是自己判斷，自己動手。他把訓練計劃折好，
放進懷裡，然後站起來，走到院子裡，对着掛在屋檐下的沙袋開始練習今天剛學會的關節技。一開始很慢，後來逐漸加快，沙袋在月光下晃來晃去，麻繩在樹枝上摩擦，發出沙沙的聲響。第二天一早，石守信把名單上的18個人帶到了校場，加上林家村來的林石頭和王小麥，20個人站成2排。清晨的風從校場北邊灌進來，吹得教場邊的旗幟獵獵作響。這些從禁軍左營挑出來的人站姿各有各的習慣，有的雙手抱胸，有的叉着腰，有的把重心壓在一條腿上。不是紀律差，是石有信故意沒讓他們整隊，他想讓林滿倉看到這些人在自然狀態下的樣子，包括他們的性格和習慣。雙手抱胸的那個是錢勇，性格比較內向，不太合群。叉着腰和是趙鐵柱，性子直，想到什麼說什麼。把重心壓在一條腿上的是周文，讀書人出身，站姿比其他人鬆散，但眼神比所有人都銳利。我叫林滿倉，從今天起，你們跟着我訓練。訓練內容包括關節技、折疊弩、火器操作、衛生條例和偵察巡邏。訓練週期半個月，半個月後有一場對抗演習，20人對50人。你們打石將軍的精銳老兵，贏了，你們就是大宋第1支親衛隊；輸了，你們回左營繼續當兵，我另找人。隊伍裡有人低聲笑了一下，是趙鐵柱，他覺得這個莊家漢在說大話。20打50，還打石肘征的精銳老兵。他在左營待了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20人能打人50人的。林滿倉沒有理他，繼續往下說。但在開始訓練之前，我先說清楚一件事：你們來我這裡，不是來當護衛的，護衛只需要擋刀，腦子很重要。我需要的不是擋刀的人，是能自己思考的人。遇到危險的時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衝上去打，是判斷對方有幾個人，有沒有武器，地形對誰有利，打還是撤，用什麼。判斷錯了，你會死，你的同伴也會死。判斷對了，20個人能打贏50個。有什麼問題，現在問。先生，您說的這些關節技、火器、衛生條例，俺以前都沒學過，俺就會砍人。您要俺在半個月裡學這麼多東西，俺怕學不會。而且先生說力氣不重要，俺覺得力氣還是重要的。戰場上誰的刀重誰就贏。你叫什麼名字？趙鐵柱。你在禁軍幾年了？6年。6年裡打過多少仗？沒數過，大概10幾場吧。怎麼打的？大部分是在戰場上正面硬碰。有一次在澶州被遼國斥候從背後偷襲，差點丟了性命。後來我學乖了，每次上戰場都多留個心眼兒往後看一眼。那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有火器，不需要回頭就能把身後的敵人制住，你還會差點丟了性命嗎？林滿倉沒有繼續追問，退後2步，對着所有人說：如果你有關節技，被人從背後偷襲的時候，不需要回頭就能廢掉對方的關節，讓他近不了身，你還會差點丟了性命嗎？趙鐵柱張了張嘴，沒說話。他不是不想反駁，是沒法反駁。澶州那一次，他是真的差點丟了性命。遼國斥候的刀已經刺進了他後腰的鎧甲縫隙，要不是旁邊的石守峰一箭射中了那個斥候，他現在已經不在。趙鐵柱剛才問的問題很好，力氣重不重要？重要，但力氣是基礎，不是全部。你們在禁兵裡練了這麼多年，力氣已經夠了。接下來半個月，我教你們的是怎麼把力气用在正確的地方。關節技教你怎麼用最小的力气打最疼的位置，
火气教你怎麼用火藥的力量替代肌肉的力量，衛生條例教你怎麼在打完仗之後不因為傷口感染倒在床上。這3樣東西學的不是蠻力，是思考。誰還有問題？第一天的訓練內容是關節技基礎。林滿倉把20個人分成4組，每組5個人，分別由他自己、張恆、李順和是石宙勤帶着練。林滿倉把第一組帶到校場邊上的沙地，讓5個人圍成一圈。他沒有急着教動作，先讓他們每個人做一遍自己最熟悉的攻擊動作。林滿倉看了一眼周文的動作，發現他沒有固定的招式，出手很散，但每一招都衝着要害去，而且動作之間沒有停。你以前練過武？沒有，在禁軍學的都是刀法和槍法，但我學得不好，力氣不夠，正面硬碰打不過別人。後來有一次在巷子裡跟幾個人起了衝突，我發現自己亂打反而比用刀法更管用。從那以後就沒再練過刀法，全靠自己瞎琢磨。你每次出手之前，腦子裡在想什麼？我在想對方下一招會出什麼。林滿倉又點了點頭。周文剛才說的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他接下來要教的核心邏輯，不是先發制人，是後發先至。在對方出招之前預判他的動作，然後在最薄弱的那個點上截住他。這一招的核心是4句話：先找骨突，再順弧度推到極限，繼續施力。骨突就是關節外側那塊凸出來的小骨頭，你們摸一下自己肘關節外側有一塊凸出來的硬骨頭，這塊骨頭是肘關節最薄弱的位置，推這裡，對方就會本能的想跪下。這裡仔細摸，骨突就在肘關節外側，大概一個黃豆大小。